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是公司的金牌讲师，一节课收费2000元。就算这样，也有数不清的家长托关系报名我的课。可老板的儿子刚留学归来，就拿我开刀，要降我的课时费。他说：“李德正，你一个没出过国的乡巴佬，凭什么拿的比别人多？那我干脆躺平。”辞职休假一条龙，可家长们不干了，纷纷要求退款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李哥，你听说了没？老板的儿子留学归来了，听说要来接管我们公司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我估计这阵子都不能摸鱼了。同事黄学凯递了杯咖啡给我，朝我抱怨。我喝了口咖啡，安慰他没事，上级调动很正常。我们这季度满额招生，只要把课上好，谁来当领导都和我们没什么大关系。黄学凯叹了口气，李哥你当然不怕，那些家长就是奔着你来的，你可是我们公司的活招牌，谁敢刁难你？可我这种吊车尾的能不紧张吗？看着黄学凯紧张地搓着手的样子，我顿时明白了他请我喝咖啡的用意。别急，到时候我和小肖说一声，让他多给你排些课。黄学凯得到了想要的答复，笑了起来。那就谢谢李哥了，反正最近我的课太多了，头颈僵硬的厉害，正好想休息一下，找个地方按摩按摩。可还没等我找小肖排课，就接到通知，紧急开会。听说是老板的儿子提早空降了。走进会议室，咦，巧了，这老板的儿子还是个熟人呢，我的高中同学刘耀文。我本来想和刘耀文打个招呼，毕竟高中3年同学一场，可我刚想喊他，刘耀文就撇开了头，装作没看见我。得了，我懂了，这货装逼呢。我收回刚伸出去的手，默默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了。吴经理弯着腰，一副谄媚的样子，清了清嗓子：“这是我们的新老板，刘老板，大家欢迎。大家来说一说下个季度的课时计划吧。”刘耀文伸出食指指向我：“李德正，就从你开始吧。”还好我早有准备，早就把下个季度的计划书和 PPT 都整理好了。报告完我下个季度的计划后，我口干舌燥，喝了口水，正准备坐下，谁知吴经理一声喝：“李德正，谁让你坐下的？有没有规矩？”刘老板还没发话呢，你就坐下了。抬眼一看，刘耀文正瞪着我呢。我叹了口气，不与傻瓜论短长。我站起身：“刘老板，我已经讲完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刘耀文敲了敲桌子，意味深长：“李德正，你的课时费好像有点高啊。”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。我的课每节对外收费都是2000元，我和公司3期分账，公司30%，我70%，也就是说，我每上一节课就可以拿到1400元的课时费，而其他同事每节课的课时费是500元，他们和公司55分账，上一节课他们只能到手250元，公司还打着250不好听的名义，多扣了他们10块，只发240。这样一比，我的课时费确实比其他同事的高很多。可刘耀文不知道，报课的家长有一大半都是冲着我来的。虽然我课时费高，但每年还是有数不清的家长找各种关系，想要把孩子塞进我的班。因为只要上了我的课，大部分孩子的英语成绩都能在短期内得到提升。因为这，公司还特地定了个规定，想要上我的英语课，就必须在这里报数学课和语文课，不然进不了我的班。可以说，我一个人带动了整个公司的课时量。刘耀文看我不说话，
猛地敲了下桌子。刘耀文，你高考英语也就148分，凭什么拿那么高的课时费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和其他同事一样，每节课拿240。开完会后，黄学凯偷偷问我：李哥，你得罪里面那位了？他不知道你是公司的活招牌吗？居然敢这么对你？要说得罪倒也不至于，只不过高中3年，我一直是全校第一，而他是全班倒数第一。其实刘耀文的成绩也不算差，只不过我们班是提高班，进我们班得考到年级前40，而刘耀文恰好是第40名，自然而然的成了班里的倒数第一。刘耀文这人吧，还特爱显摆，平时总仗着家里有点钱，看不起其他同学，所以他人缘不太好。每次他一显摆，就有同学反驳：刘耀文，你看看人家李德正，人家全校第一，比你高了快100分，你有显摆的功夫，还不如学李德正多看看书，人家那么厉害都没你显摆。同学还给他起了个外号万年倒一，而我的外号是万年第一。从那时起，我就隐隐感觉到刘耀文对我有些敌意。我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刘耀文和我之间的事早就该翻篇了，现在看来刘耀文还记着仇呢，要不然也不会在第一天就给我这么大一个下马威。还没等我回神，吴经理就又把我叫去了刘耀文的办公室，说是刘耀文点名要见我。刘耀文正坐在办公椅上喝咖啡，我下意识地拉开刘耀文对面的座位，准备坐下，却冷不防被吴经理踢了一脚，差点摔倒。吴经理还是一如既往的狗腿：刘老板没让你坐哟，还在摆官威呢。我就这样愣愣地站在刘耀文的面前，我本来就1.85米，比刘耀文高出了一个头，现在站在他面前，更是压倒性的俯视。刘耀文这才不悦地开口让我坐下。李德正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吧，我成你老板了，真是风水轮流转啊，你说是不是？我懒得和刘耀文叙旧，敷衍着，好久不见。刘耀文似乎是不满意我的反应，掏了根雪茄点起来，他吸了一口，把烟吹到我的脸上。以前上学，你处处压我一头，可你成绩再好有什么用？还不是来给我打工吗？有些人啊，就像我一样，生出来就在罗马。刘耀文瞄了我一眼，而有些人啊，一辈子再努力也到不了罗马。李德正，你说是不是？这是在妥妥地炫耀了。没等到我的回复，刘耀文就继续说：李德正，我看了看，你也是公司的元老了，你在这里干了3年，每年的课时费你都拿得比别人多，我已经通知财务了，接下来的这1年就不给你发工资了，就当把前面你多拿的钱都还回来。公司也是很人性化的，只让你还1年的钱，接下来好好工作吧，再给我打20年工，应该也能买得起房了。刘耀文笑呵呵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一脸看不起我的样子。接下来的1年都不给我发工资，亏刘耀文说得出口。我压下火，问他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刘大老板知道这是吗？刘耀文一拍桌子：我爸把公司交给我，这公司就是我说了算，这意思就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。我晃着神走出了刘耀文的办公室，心里在纠结，这班到底还要不要上？愣神间，已经到了下班时间，今天是周一，没课。我呼了口气，准备回去看场电影，放松一下，再决定要不要辞职。当我提着包，正准备打卡走人的时候，刘耀文和吴经理正好从会议室里出来，和我碰了个正着。刘耀文厌恶地看了我一眼，吴经理马上会意，指着我问：李德正，你干嘛？我眉头一皱，
指了指钟，下班呢，刚到下班时间就马上准备走。李德正，你看看其他人，哪一个不在加班备课？你这种人真是不思上进。吴经理指着我一通骂，口水呼了我一脸。刘耀文在旁边满意的点头。李德正啊，你现在给我打工，就要服从我的命令。这样吧，你再加班3小时，8点下班。我看了看周围的同事，他们都闷着头假装备课呢。原本想走的同事也坐了下来，打开电脑开始工作。我摇了摇头，刘老板，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，而且已经到了下班时间，我准时下班，这没问题。昨天是周天，我上了一天的课，本来想今天好好休息一下，没成想又开了一下午的会。现在我满脑子想着下班，况且我还和朋友约好了看电影，时间快来不及了。刘耀文一脸不高兴。李德正，现在市场的大环境不好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现在找工作很难。哟，这是威胁上我了。偏偏我这人最讨厌别人威胁，你和我好好说话，我还能给你几分薄面，但你要是不要脸，就别怪我不给你脸了。我刚想对回去，手机就响了，是刘耀文他爸。小李呀，我儿子刘耀文来公司了，他年纪小，你可得多帮帮他。我本来就想跟刘大老板说明情况，想问问他到底知不知道刘耀文要降我课时费的事，但还没等我开口，刘大老板就打断了我的话。小李呀，无论我儿子干什么事，你们这些元老都要配合，以后这公司就归我儿子管了。我老喽，不管闲事喽。电影终究是没看成，我硬是被刘耀文留下来，加了3小时的班。离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了，头颈酸得不行，胃还隐隐作痛。我跑到阳台上抽了根烟，思绪万千。本来以我的学历，可以在大城市打拼，拥有一席之地的，但我研究生毕业那年，我妈突然生病，医生说我妈身边离不了人，我只能回到家乡，找了个附近的工作，方便照顾我妈。讲师这个工作时间比较弹性，还可以居家办公，所以我一干就是3年。在这3年里，我兢兢业业，连假都没请过一次，在业界也打出了不小的名气，手里的钱也够买大房子了。我本来打算今年再多讲点课，赚点装修费，可是现在刘耀文居然大手一挥，直接把我今年的工资都停发了。我一夜无眠，思考了一夜，也没决定好到底要不要主动辞职。毕竟当初我没工作时，是刘耀文他爸主动拉了我一把，让我进了他的公司，还允许我弹性上下班，方便照顾我妈。说起来，刘耀文他爸算是对我有知遇之恩，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呀。可我没想到，我这边还在纠结，刘耀文那边却直接把我给炒了。第2天我去上班，我的座位上已经堆满了杂物。我问黄学凯，我的位置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黄学凯也纳闷，是吴经理让后勤把东西堆在这里的。我还以为李哥你换位置了呢，看来又是刘耀文干的好事。我直接走进刘耀文的办公室。刘耀文，我的位置是怎么回事？吴经理和刘耀文正在一脸猥琐地盯着电脑屏幕看，见我进来，吴经理吓得不轻，直接跳了起来。李德正，你怎么不敲门？我敲过了，是你们看电脑看得太投入了。刘耀文把电脑合上。李德正，你被炒了，快点滚吧。什么？你要辞退我？为什么？说实话，我是真想不明白，刘耀文怎么会想炒了我？毕竟公司大半的家长都是冲着我来的。刘耀文冷哼一声，你违反了公司的规定，公司规定讲师不能私下联系家长，
你看看你干的好事。刘耀文甩出我和家长的聊天截图，里面全都是学生在作业遇到问题后找我讲解。你私下联系家长，还给学生讲题。我有理由怀疑你背着公司私下接课。原来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。我李德正自从当了讲师以来，手机24小时不关机，就是为了方便家长随时联系我。只要学生一遇到问题，我都能随时给学生解答，这也是家长信任我的原因之一。这些刘耀文他爸都是知道的，他爸当时还夸过我敬业，还拿我作为榜样，大肆宣传了一番，鼓励其他同事要向我学习。现在刘耀文要用这个理由炒我，真是给我整笑了。也不知道炒我的后果他能不能担得起。当初为了让家长们订购更多的课时，公司向家长们一再保证，我会一直负责辅导他们的孩子，绝对不会中途把我换了。为了让家长们放心，公司和家长们签的合约上面还写明了，一旦中途换掉我，就要把课时费双倍赔给家长。正是有了这份合约，家长们才放心地订购课时，有的直接大手一挥订了5年。而且公司的数学课和语文课都是和我的英语课绑定销售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辞退我，公司不仅要双倍赔付英语的课时费，还要赔付数学和语文的课时费。也不知道赔了这些钱后，公司还能不能开下去。据我所知，由于大环境不好，刘耀文他爸的其他产业都倒闭了，只剩这家培训公司还在营业。我看着刘耀文，最后一次问他：刘耀文，你确定要辞退我？对。李德正，你怎么跟条赖皮狗似的？叫你滚，你听不懂吗？吴经理也在一边附和：快滚吧，赖皮狗。好得很。既然是他们找死，那我没必要拦着。我直接走进了人事办公室，办理了离职手续。按道理，公司辞退我，要赔付给我经济补偿金，但人事指了指刘耀文的办公室，叹了口气：老板不让给你补偿金，他说是你违反了公司规定，辞退你是正常的手续。我没跟人事多纠缠，直接按流程办理了离职手续。毕竟我的底薪也没多少钱，我赚的都是课时费。确保好交接后，我还让人事开了交接证明，并且盯着刘耀文签了字。以后刘耀文公司的事就和我无关了。我看了眼手里的存款，这3年下来，我也存了不少钱，500万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也不少了。这3年我兢兢业业，连假都没休过，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放松放松。而且经过这几年的治疗，我妈的身体也逐渐恢复。小时候我就答应过我妈，要多带她出去看看世界。现在是履行承诺的时候了，我直接打开网页，订购了去云南的机票。不得不说，云南的空气是真的好，山绿水清，节奏也慢。我和我妈住进了一家温馨的民宿，准备把大大小小的景点都玩一趟。我早就料到，只要我一走，刘耀文的公司就会出事。这不，第2天一早，家长的电话就打到了我这里。这个家长跟了我3年了，机构里的很多家长都是他介绍过来的。他一听我被辞退了，直接懵了。你们老板居然敢辞退你？不是，他可真是个大聪明啊，都跟我们签了合同，只要把你换了，就得把课时费退给我们。他这是把财神爷往外推。这年代这种傻子可不多了。骂了刘耀文一通后，家长还问我能不能继续给他女儿上课。李老师，我家女儿就认准你了，你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。对了，李老师，我估计我介绍的那批学生都会跟着你，
最后他一拍大腿，建议我：李老师，你不如自己整个小公司呗，只要你开公司，我保证最少给你招50个学生进来。挂了家长的电话后，我开始认真地思考起这个问题。我妈在我旁边叹气：都是妈的病拖累了你，现在妈的身体好了，如果你想出去闯，就趁年轻去，不要顾虑妈。我妈一直认为是她拖累了我，害我不能留在北上广闯出一番事业，这一直是我妈的一个心结。我拿了件披风给我妈披上，告诉她：妈，我没那么大的志向，从小到大我那么努力，就是为了能让你过上好日子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健健康康的，我就知足了。当初我爸出轨，是我妈含辛茹苦，一个人打2份工供我上学的。这辈子我最重要的人就是我妈了。我妈听了我的话，抹了把眼泪，点了点头。还没等我想清楚今后的发展，吴经理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电话里的吴经理仍然颐指气使：小李呀，我们调查了一下，发现你和家长都是正常的交流，没有私下收家长的课时费。这样吧，现在的就业环境不好，公司考虑到你在公司干了几年了，这次就不追究了，让你回来继续上课。只不过课时费嘛，还得再降，一节课给你100，怎么样？100，把我的课时费从1400节降到110节，黑奴也没我惨，不怎么样？吴经理，我的事就不劳你关心了，我还饿不死。吴经理不死心：你真的不回来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。这货是听不懂人话，我懒得和他聊，直接挂了电话。吴经理还连打了几个电话进来，都被我直接掐断了。在这期间，我还打了电话给黄学凯，问他公司最近的情况。黄学凯刚接电话，就忍不住抱怨：李哥，你走的是真对啊，刘耀文他就是一个傻叉。原来我一走，家长们就发现情况不对，纷纷问我去哪里了，为什么不是我上课？负责这块的同事老实地告诉家长们，我已经被辞退了。没想到家长们一下子就沸腾了，这个谁不激动啊？这可是明晃晃的送钱啊！尤其是那些一下子报了2年、3年，甚至5年名的家长们，他们拿着合同要求双倍退款，同事马上挡不住了，直接上报到吴经理那里。吴经理只能硬着头皮的出来维持秩序，把其他英语老师推了出来，还跟家长保证新的英语老师学历高、资历老，一定教得比我好。吴经理还拍着胸脯，信誓旦旦，新老师如果讲得不好，我们公司一定给你们退款。黄学凯说：李哥，你没看到那个新的英语老师一见这么大的场面，吓得腿都软了，连课都没上，直接找借口上厕所尿遁了，哈哈哈！这也在情理之中，谁家老师上第1节课就这么大压力呀？家长们一见连英语老师都没了，直接把前台都挤破了。最后吴经理没办法，还是叫来了刘耀文。刘耀文让家长们少安勿躁，他跟家长们说，大家都是为了提高孩子的成绩，而不是为了退课时费。这样吧，我作为老板，在这里跟大家保证，1周之内一定找到更好的英语老师。家长们不答应，问：如果新老师不好呢？对呀，今天这个新老师直接逃了，我们就要李老师。刘耀文见势不妙，只能咬牙保证，如果大家不满意新老师，我就把李老师请回来继续上课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家长们虽然想要退课时费，但他们更看重孩子的成绩，要不然也不会付高额的培训费把孩子塞进我班了。家长们最后答应给刘耀文1周的时间解决问题。临走时，
和我关系好的家长还不忘对着刘耀文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遍。我看你长得也挺正常的，怎么就脑子不好使呢？李老师这么大的一棵摇钱树，你居然把人家逼走，脑子坏了吧？我孩子请过这么多老师，就李老师最负责，你居然辞掉他，啧。听说刘耀文气得整张脸都变形了，但他怕再把家长们惹怒，要他赔课时费，居然硬生生地忍了下来，还跟家长们挤出了个笑容。刘耀文和吴经理以为只要他们开口，我就会乖乖地回去上班，他们可打错算盘了。我被辞退的消息一放出去，我就接到了好几家公司抛出的橄榄枝，他们承诺只要我去他们那里上班，课时费都好商量，甚至有一家公司承诺给我90%的课时费。黄学凯还在抱怨，李哥，刘耀文在家长那儿受了气，就把气往我们身上撒。他说都是因为我们课上的不行，所以家长们才闹着退款。他让我们每天都多备课3小时，我们已经连续加了好几天的班了，而且他还规定不准我们任何人请假休息。昨天王哥重感冒想请假，刘耀文不让，王哥只能硬抗。后来在办公室晕倒了，送到医院，医生说是疲劳过度了，这班上得要人命啊！黄学凯的声音低了下来，李哥，不瞒你说，好多人都受不了想辞职了，我也快熬不下去了，但我还要还房贷，真愁人啊！我刚挂了黄学凯的电话，刘耀文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这次刘耀文的态度好了很多，李德正啊，吴经理跟你说了吧，我们可以让你重新回来上课。我们想了想，课时费就不扣你的了，还照以前，你上1节课就拿1400，你明天回来上课吧。不是，这哥几个怎么都听不懂人话。刘耀文，我已经跟吴经理说过了，我已经和你们公司没关系了，我不回去了。李德正，你想清楚，我们让你回来是看在以前你为公司做的奉献上，你可别忘了，做我们这一行的都是一个圈子的。你说，要是我把你私下和家长联系的事情传出去，还会不会有公司敢用你？李德正，做人嘛，要识时务。哟，这是又开始威胁上我了。刘耀文，你一个圈子里的人，没告诉你吗？我已经收到好几个入职邀约了。对面沉默了几秒。李德正，你别以为编个谎话就能拿捏我，我再给你个机会，你明天马上来报道。我去你的，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你大爷，我说不回去就是不回去了，给老子滚！我直接按掉电话，把刘耀文和吴经理的电话都拉进了黑名单。世界顿时清爽了。我呢，继续和我妈逛吃，安安稳稳地度过了这个周末，真惬意。可我惬意，有人可就没那么惬意了。黄学凯打电话跟我说，家长们发现1星期后我还是没回来。刘耀文想临时花高价请有名的英语老师来上课，可人家英语老师一听，如果上不好就要退款，就急忙摆手，没一个肯答应来上课的。最后刘耀文只能亲自上阵，他认为自己留过学，不会教的比我差，可这不上还好，一上那叫一个惨啊！上课没5分钟，就有学生问了个问题，结果这货愣是答不上来，当场掏出了手机问度娘。家长们这能忍得了，当场就要求赔双倍的课时费。无论刘耀文说什么，家长们也不给面子，家长们还逮着刘耀文骂，你没水平还敢来教书，浪费我们的时间，连学生问的问题都回答不出来，还敢说自己比李老师厉害，这牛皮都吹上天了。退款不退款，咱们就走法律程序，不把李老师请回来，就给我们退款。可刘耀文
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？家长们的课时费早就被刘耀文霍霍完了，连本钱都还不出，更别提赔付双倍了。这事儿被路人拍了视频，上传到了网上。没2天，我就刷到了家长们堵在公司门前，追着刘耀文要退款的视频，还上了同城热搜。视频里，刘耀文狼狈地逃窜，脑袋上还被人扔了个臭鸡蛋，好笑极了。我美滋滋地过完假期，回了家，一到家门口就看见刘耀文他爸带着刘耀文等在那里。刘大老板一看见我，就热情地迎了上来，仿佛我和刘耀文之间没发生过矛盾一样。小李呀，怎么不欢迎我？我愣了下，还是把他们迎进了门。刘大老板叹了口气，往刘耀文的脑门上轻轻拍了一下。爸，你干嘛？刘耀文一脸不服气。刘大老板板起脸，你小子再敢顶嘴！说完转向我，脸上挂着笑。小李呀，我这儿子不成器呀，听说把你得罪了，我知道以后气得不行。这样吧，小李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这次就算了，行不行？要是一开始刘大老板就这么跟我说，我肯定会答应下来。可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几个礼拜，我不相信刘大老板会对他儿子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，只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。过了这么多天，我也想清楚了，或许在刘大老板心里也觉得我根本不值这么多课时费，所以才任由他儿子降低我的课时费，甚至辞退我。我对刘大老板摇了摇头，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不会回去了。刘大老板脸上的笑僵硬了。小李，你真的不能给个机会？你可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呀。老板，这3年我陪着你一起把这个公司壮大，我对公司是有感情的，所以以前那么多人来挖我，给出了更高的课时费，我都没有动心过，从来没起过跳槽的心思。刘大老板脸上的笑舒缓了，点了点头。小李，你是个好的。我话锋一转，老板，但公司近2年风气越来越差，上去的都是像吴经理那样溜须拍马的人。我几次和你建议，你都当面说会留意，转身就给忘了。很多好讲师都主动辞了职，现在你还让刘耀文这种根本不懂管理的人来接替你的位置。刘大老板急了，小李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管教我这儿子，再把公司清一清，让你来当经理怎么样？我摇了摇头，老板，你也觉得我不配那么高的课时费，对吗？刘大老板连忙挥手，不，我怎么会呢？吴经理每天都会给你汇报公司的情况，上次在楼梯间，我听到他跟你汇报，刘耀文要把我辞了。刘大老板僵在那里，再也说不出话，最后带着刘耀文灰溜溜地走了。1个月后，刘耀文的公司申请了破产，而我也开了自己的公司。开业第1天，公司前就挤满了要报课的家长。那个和我关系好的家长一口气就订了5年的课时，他还带来了几10个家长，都直接在我这里报了课。他大着嗓门，李老师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女儿说了，就要你教，其他人讲的都没你清楚，我们就认准你了。其他家长附和，是啊，李老师，有了对比就更知道你的厉害了，而且这次开业优惠，1节课只要1500，比以前还便宜了。我要多报一些，我也是，我要报5年。一些路过的家长一看这阵势，不管3七21，都直接订了课。销售人员一愣，问他们为什么这么相信我。他们说，这么多家长认可我，我肯定不会差。没想到开业第1天，我就把本钱全都赚了回来。我还把黄学凯和一些以前的同事都招了进来，
黄学凯高兴的嘴角弯到了天上。李哥，我就跟着你混了。本来以为公司破产，我们都要吃不起饭了，没想到现在的工资比以前还高了，福利也比以前好了。几天后，我从朋友那里得知，自从原公司破产后，刘耀文就没了经济来源。可他已经养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。那些混圈子的富二代看刘耀文没钱了，都嘲笑他，他受不了，只能变卖自己的车和房子。可车和房子都是二手的，再加上刘耀文急于套现，只能低于市场价卖，价值大打折扣。如果刘耀文能拿着这些钱好好过日子，那他省着点应该也不至于过得太差。但他的狐朋狗友做了个局，让刘耀文迷上了赌博。一开始让刘耀文赢了5万，刘耀文以为自己运气好，不断加码，最后不仅把自己卖房车的钱输完了，还欠了高利贷200万，还不上欠款后，高利贷追债上门。刘耀文他爸在知道刘耀文欠了这么多钱后，突发脑溢血，晕倒了。本来如果及时抢救，可能就得回来，但刘耀文心疼钱，他对他爸说：“爸，你就安心去吧，别浪费钱了。”刘耀文他爸瞪着眼珠子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最后死了。听说刘耀文他爸死了之后，眼珠子也不肯闭上，大家都说他是死不瞑目。刘耀文由于还不出钱，整天东躲西藏，怕被高利贷的人找到。上次有人看见刘耀文在和一帮乞丐一起翻垃圾桶呢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